曾被贴上国民早餐耗时28年打造的面包帝国，消费者还敢相信这块布满黑点的桃李面包吗？要说中国早餐啊，桃李面包绝对占它一席之地。曾经呢是超市货架的常驻嘉宾，是早8人的早餐救星。巅峰时期啊，靠着35%的市场份额稳坐中国短保面包头把交椅。全国7大生产基地日夜运转，靠着中央工厂加批发的模式，把面包卖到了全国各地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曾经年营收超67亿元的面包一哥，现在却陷入了营收利润双降的泥潭。2025年前3季度，桃李面包营收同比下滑12.88%。微母净利润更是暴跌31.49%，东北、华东、华北3大核心市场全面失守，就连全力开拓的南方市场也持续亏损。年轻人路过超市时，目光更多为什么现烤面包、网红糕点吸引，可从全民追捧到集体降温。桃李面包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在桃李面包崛起之前呢，中国人的早餐面包市场基本还是散兵状态。直到1995年，吴志刚在沈阳创办了桃李面包，才算把短保面包这个品类做成了国民刚需。说起来啊，桃李的发家史全靠一套杀手锏：中央工厂加批发模式。简单说，就是在核心城市建大型工厂，统一生产后直接批发给商超、便利店，靠着规模化生产压低成本，再以短保新鲜为卖点打动消费者。2015年到2020年迎来爆发期，营收年均增速高达17.3%，净利润从4.34亿直接冲到8.83亿，东北大本营的营收贡献率也一度超过40%。之后，桃李开启全国扩张，把工厂开到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，终端网点最多时达到31万家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商超系统。那时候的超市面包区，桃李能占到70%的货架。不少消费者甚至形成了买面包等于买桃李的条件反射。2019年上市后，桃李市值一路飙升，巅峰时突破450亿元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面包第一股。但很快出现了一场持续了4年的温水煮青蛙。翻看财报就能发现，从2021年开始，它的增长曲线就已经肉眼可见的放缓，甚至掉头向下。2021年到2024年，规模净利润从7.63亿元逐年跌到5.22亿元，4年间少赚了2.4亿，营收增速更惨，从6.24%直接滑到负9.93%。首次出现年度营收负增长。到了2025年，情况变得更糟，第一季度营收直接暴跌14.2%，毛利率和净利率双双跳水。前3季度的成绩单也没好到哪去，营业总收入40.49亿元，同比下滑12.88%，规模净利润2.98亿元。同比下滑31.49%，可销量在跌，库存却在涨。2024年桃李面包及糕点的销量是33.15万吨，比2023年的37.47万吨少了11.5%，但库存量却从716.8吨涨到856吨，同比增加19.4%。库存积压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面包过期销毁。按照2024年3.2%的报废率计算，桃李每天要销毁超过60万个面包，相当于每小时就要损失2.5万元。这对利润本就下滑的桃李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可曾经的国民面包为啥突然就卖不动了？首先是短保优势变成了它的劣势，物流成本压垮利润。桃李主打的短保面包保质期大多在3到7天，这就要求必须有高效的冷链配送体系。在东北，工厂离终端近，物流成本还能控制，可一旦南下拓展华东、华南市场，问题就暴露了。沈阳工厂的冷链车队要跨越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深圳商超，运输成本高达产品售价的18%。其次是过度依赖商超，渠道太过于单一。巅峰时期，桃李61.5%的营收都来自商超渠道，可这些年传统商超的人流量一直在下滑，便利店、社区团购、电商平台成了新的流量入口。罗森、711等便利店推出每日现做三明治、面包套餐，分流了大量及时冲击的客群。就连拼多多、抖音等电商平台上，3只松鼠、零食研究所等品牌的面包也卖得火热。桃李也想过转型全渠道，但动作太慢、太笨重。等他开始布局电商和社区团购时，市场已经被占得差不多了。尤其是这些年，消费者的口味早就变了，可桃李的面包却还是老样子，唯一的创新居然是靠猎奇博眼球，结果还翻了车。翻开桃李的产品线，还是10几年前的纯薯吐司、全麦切片、豆沙包，顶多在口味上做些小调整，比如加个紫薯味、南瓜味，根本满足不了现在消费者对健康多元的需求。研发不行，桃李就想靠猎奇营销蹭流量，结果却越蹭越翻车。2025年，他推出了一款百洁布蛋糕，黄绿配色，海绵质地，长得和洗碗用的百洁布一模一样，还主打饭梭里拉满的血统。这款蛋糕仅在线上销售，售价29.9元，一箱6袋。虽然靠奇葩造型登上了淘宝新品榜前3，但实际销量只有600多件，销售额不到2万。什么和好吃不沾边？有种发酵的微酸和甜，像馊了一样，口味上总之是一言难尽。其实桃李的困境不是个例，而是整个传统面包行业的中年危机。全球烘焙巨头宾宝集团旗下的曼可顿今年也面临多重挑战，原材料与人工成本上涨，叠加商超渠道的成本转嫁，导致部分区域毛利率下降超5个百分点。老牌食品企业达利集团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手握达利园、可比克、豆本豆等7大核心品牌的行业巨头，2023年宣布启动私有化退市计划，同年9月正式从港交所退市。达利园作为长保面包的代表，曾经靠法式小面包风靡全国，但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的重
盛世，长宝面包的市场需求逐渐萎缩，达利也没能成功转型，最终黯然告别了资本市场。而这个从东北的小面包厂到全国的面包第一股桃李，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崛起，又用短短几年时间尝到了衰落的滋味。只能说，现在的烘焙市场早已不是靠规模化就能赢的年代了。不过，现在的面包价格暴涨，月入过万，吃不起面包，说白了也是部分消费者愿意为其买单的结果。而这类低价还好吃的面包，注定要失去市场。